他突然意识到，这栋大楼随时可能崩塌，而里面还住着800多号人。就在刚刚，醉汉为了10块钱家暴了老婆孩子，在打斗的过程中弄坏了水管，于是休假中的管道工人迪玛被紧急叫到现场处理。然而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承重墙上肉眼可见的裂缝，迪玛愣住了。他发现水管爆裂是由于大楼整体结构移位导致的，他立马跑下楼查看，果然不出所料，一条贯穿墙体的裂缝从地面一直蔓延到9楼顶，另一侧的承重墙也是如此，而且地基移动了，整栋楼都发生了倾斜，摇摇欲坠。而他了解到，危楼大修的钱都被担任承建主任的托夫贪污了。迪玛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管道工人，什么也做不了。他打算在第2天把情况汇报给托夫，但在回家后他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于他打开电脑，对危房的情况进行了测试。他发现这栋房子将在24小时内倒塌。迪玛立刻穿上衣裤，要去危楼疏散群众，却遭到了不想惹麻烦的家人的极力反对。但迪玛执意要去，他也明白没人会听信他这个管道工人的说辞，找贪污危房大修款的托夫也没用。好在打听到了女镇长所在的位置，迪玛决定去找女镇长组织疏散群众。而现在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在为女镇长庆生，他们正不停地吹捧女镇长的丰功伟绩，说是她让这个城市获得了新生。Ну чё скрывать? А ну все хором! 女镇长正在感动之中，迪玛挤进人群，把事情告诉了女镇长。女镇长则立即把相关官员召集到了会议室。迪玛将危楼的事情向他们进行了汇报，却遭到了这些官员无情的嘲笑。迪玛继续解释道：“Там правда невооруженным глазом видно. Коэффициен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9-этажного здания не допускает крена даже в 5 градусов. Там завал градусов на 10. Крен уже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допустимого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перпендикулярной прямой, по которой действует сила тяжести. Формально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дом уже падает.” 终于这些官员开始认真了起来，然而他们第一时间不是想办法疏散群众，而是开始了互相推诿。消防局长责怪承建主任托夫贪污危房修缮款，托夫责怪消防局长受贿，没尽到检查的责任。而事实上是，他们所有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出了事情都得倒霉。为了不让事情败露，女镇长让迪玛带着托夫和消防局长到现场确认情况。然而看见墙上的裂缝和剥落的墙皮，官员们却不以为意。而迪玛捡起地上的酒瓶，带着他们来到楼顶。迪玛将酒瓶放在地上，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酒瓶就滚动了起来。又到楼边将瓶子竖直丢下，瓶子却落在离墙角3米远的地方。这些都说明房子倾斜很严重，随时可能倒塌。他们回去把情况汇报给了女镇长，女镇长崩溃了，因为她把贪污的钱都贿赂给了更高层的官员，现在没有钱来安置危楼中这800多号人，他们又开始了互相责怪。没办法，如果这800多号人死于楼房倒塌，这后果太严重，他们承担不起。于是女镇长找到房地产开发商，想在他手里借2栋楼来安置难民。这人之前在女镇长手里拿了不少廉价的地皮，可现在却不愿意帮他。女镇长现在是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她从来没在意过那些难民的死活，她只是担心自己遭到清算。最终她做了一个残忍的决定，于是在饭店等待女镇长消息的警察局长接到了女镇长的电话，挂掉电话后，警察局长告诉其他几人说，镇长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危楼的群众正在被疏散，并称女镇长要单独找迪玛托夫和消防局长谈事情，用警车送了3人去见女镇长。而上了车后，3人也渐渐地意识到了不对劲，车子开的方向与目标地截然相反。托夫明白了女镇长要杀他们灭口，要把罪责都推在他和消防局长2个最直接的负责人身上，而知道事情原委的迪玛自然也躲不了，对方手里有枪，他们没办法，只能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乖乖地坐在车上等待着死亡。最后刑警把他们带到了桥下，迪玛吓傻了，他想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悄悄地走开。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自然行不通，迪玛被刑警叫住了，而托夫却让刑警放迪玛走。Сантехник, кому он нужен? Он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т. 刑警也良心尚存，他让迪玛在今晚带着家人离开这个城市，并警告迪玛，如果把事情泄露出去，他们会找到迪玛并杀了他。然而迪玛小心翼翼地走了2步后，却停留在原地。他看着这2个腐败的官员，心里或许还在盘算有没有能够救他们的希望。迪玛不知道这些人的心狠手辣，但久在官场混迹的托夫却很明白，他大叫着让迪玛赶紧离开。Ну ты правда дурак! А ну пошел отсюда! 迪玛赶忙踉跄地跑开，刚跑到桥上就传来了几声枪响。迪玛回到家中，他让老婆立刻收拾好东西，带着孩子和他离开。父母知道情况后都被吓得不轻，父亲立刻出去给迪玛借车。迪玛匆匆地和父母告别后，带着妻儿乘车离开了这里，只剩下父母悲伤地站在冷风中。而此刻，女镇长也把所有与危房相关的文件都焚烧了。在出城的路上，妻子不停地责怪迪玛，她怪迪玛的一意孤行，打破了他本应该正常的生活。迪玛解释道：“А мы с Антоном не люди? В общаге 800 человек. И все твои жены и дети?» 迪玛告诉妻子，
至少因为自己的努力，现在危楼中的800多个居民正在被疏散，这让他感觉是值得的。然而当他开车经过危楼时，却发现这里一切如常，什么动静都没有。迪马愣在原地，他这才知道女市长让警察局长通知他们的正在疏散群众的那些话都是假的，那些官员根本没人在意这些居民的死活。妻子打了迪马一巴掌，让他赶紧离开，而迪马却要留在这里解救危房中的居民。Ты чего как ребенок? Ты в каком мире живешь? Тебя только что чуть не убили. Проснись, поехали! Ты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они людей не выводят. Они их решили там И оставить. что? Совесть есть у тебя, нет? Они нам никто. Заткнись. Маша, хорошая моя, уезжай. Ты не видишь, что я тебя сейчас ненавижу? 这伤人的话是迪马故意说的，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妻子尽快离开这里。妻子流着泪离开后，迪马回到了家里。刚刚因为迪马离开难受的要死的母亲，看见迪马又回来了，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因为母亲知道迪马回来太危险了，迪马知道如果独自去疏散群众，危楼中没有人会相信他这个滚刀工。他想和父亲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可向来正直，一直支持自己的父亲，现在也让他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不要去管危楼中的居民。从发现危楼的隐患开始，迪马身边的人都叫他不要管，其他人说什么迪马都不在乎。可现在自己一直敬佩的父亲也不支持自己，迪马接受不了。在他心中正义是存在的，他不愿意和其他人一样把800多人的生命当作垃圾。就算面对死亡的威胁，迪马也不愿意屈服。他毅然的起身，奔向了即将倒塌的危楼。迪马从1楼开始，像个渔夫一样挨家挨户的敲门，告诉他们楼快塌了，赶紧离开。而这些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迪马，迪马没有放弃，他继续努力着。到4楼时，他全身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可他还在坚持。一群赌鬼不相信楼会倒塌，他们嘲笑迪马，迪马不想跟他们废话，一脚踢翻了赌桌。看见迪马这么认真，他们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而迪马继续向更高层爬去。最后迪马还不忘上楼顶查看有没有遗漏的人。这一刻，迪马觉得自己终于做到了，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而此时，所有人都下了楼，他们在冷风中议论纷纷，他们觉得迪马在戏耍他们。迪马下来大叫着楼要塌了，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但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暴躁的人们把迪马层层围住，对他拳打脚踢，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最后迪马无力地蜷缩在地上，而人们在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后也渐渐地散去。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只剩下迪马一个人躺在地上。他终究是没能拯救愚昧的居民，楼最终还是倒了，而危楼居民也用生命给自己的愚昧买了单。他不是在救危楼中的800多位居民，而是在用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腐败的社会。但遗憾的是，最后他失败了。